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本期我们接着讲女武神世家对战灵符篇，其实准确讲应该是世家对战波旬。上回我们讲到灵符被世家用爱感化后，谁料其头顶双脚化为邪龙，最终将它吞噬。取而代之的是冥界第6天魔王波旬降临。那么接下来这场佛魔的终极对决究竟会如何发展呢？废话不多说，赶紧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散发浓烈邪恶气息的暗云笼罩在擂台之上，这第6场人神对战已然进入了高潮。从一开始本该为神明的世家倒戈替人类方出战，再到神明方灵符被黑暗吞噬，最终演变成了佛与魔神的对战。看着场上的滔天魔气，格雷被吓得浑身发抖，赶紧询问姐姐此人是什么来头。看了一眼场上的波旬，女武神猛地跪倒在地，她竟然从未听说过这魔神的存在。面无表情的波旬径直走向了世家。小灵符呢？与不复存在，于世上任何角落皆不复存在了。余名为波旬。世家摆好了架势，你想做什么？不应该说你是什么？余也不清楚，但这份力量，余欲于此地全数宣泄。这恐怖的威压和奇怪的说辞，让场边的洛基和奥丁都搞不明白了。希腊一边也同样如此。阿瑞斯向几乎无所不知的神使赫尔墨斯询问，可就连他也不清楚这波旬的来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传来：“那个并不是神。”看见了来人，哈瑞斯一瞬间浑身发软。为什么您会在这里啊？还想做到什么时候？那里是我的位置。实在不好意思。身着华丽服饰的男子翘着腿坐在了沙发上。来人正是希腊冥界之王哈迪斯，也正是神王宙斯和海神波塞冬的大哥。赫尔墨斯微躬身子，说着客套话：“哈迪斯大人，您竟会不远万里来天界，真是少见呢。我听说我的弟弟输了。”阿瑞斯和赫尔墨斯没敢接话。看来这是事实呀。那个波塞冬，这个话题可早就结束了。宙斯根本不在乎之前的比赛，忙着问道：“既然你说那不是神，你肯定是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吧？”哈迪斯笑着表示：“哼，你还是老样子啊，宙斯。场上那家伙是冥界自古记载的传说中的狂战士。”一听到冥界二字，阿瑞斯似乎本能地感到了恐惧。这世上几乎所有神话都记载着，世界是分为3层的结构，最顶上是天界，众神和魂魄的居所；中层是地界，为人类和众生生息之地。而最下层则由地狱、魔界等混乱之地组成，那里即为冥界。哈迪斯继续解释道，在冥界有着这么一个传说，当至白之光与纯黑之影相交，冥界之角将会苏醒，永恒的黑暗就此降临，其名为第6天魔王波旬，几乎和之前苍蝇王表述的一模一样。众人也不是傻子，当然听出了哈迪斯话语中的隐晦。既然是传说，那就说明……没错，即使是身为冥界之王的我，也是第一次见到他。哈迪斯大人也没见过。为何一个天界的神会变成传说中的波旬？这实在是让人琢磨不透啊。另一边，擂台上世家仍然握着人间道金刚独孤剑，而对面的波旬瞅了瞅自己的手掌，抱歉，余还不太熟悉。话音一落，一把叶片状的刺刀从手背上长出，可能会在一瞬间就结束啊。这惊人的速度和压迫感，世家心头一惊，只能是用独孤剑硬接下了，脚下的地面都轰然炸裂，可见其力量有多惊人。波旬也同样很惊讶，看来是小看这瘦弱的家伙了。没等世家缓过劲儿来，波旬又冲了过来，一瞬间刀光剑影，在如此力量下还能有这样的速度，相较于之前小儿科般的战斗，现如今才是真正的激战。场面的格雷不禁问道：“世家大人毕竟拥有未来世，应该是没问题吧？”不，十有八九，世家他什么都看不见。姐姐的话让格雷脸色一黑。女武神解释道：“他从波旬的身上感受不到任何东西，只有纯粹的黑暗。而世家大人的未来世，准确来说，其实是能看到灵魂的行动。例如，人在想要做某件事的时候，意识会比身体先一步行动。世家大人便是能将这意识之光、万物之魂的动作尽数捕捉，这才得以看见未来。所以，没有一丝光亮的波旬，他的灵魂当然也无法捕捉。正如女武神的分析，场上的世家此刻正是这种状态。未来世对波旬根本不起作用，一个躲闪不及，世家被划伤了手臂，随后又陷入了猛烈的对拼中。突然间，波旬手臂的刺刀竟诡异的改变了形状，好在世家挡住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招，随后一脚踹在波旬腹部，借此和波旬拉开了距离。这个怪物摸了摸腹部的脚印，波旬也来了兴趣。太棒了，那么余也拿出全力战斗吧。
只见他话音一落，手臂上的刺刀瞬间改变了形状，变成了一把螺旋状的奇特武器。接着手臂颤动了起来，天诛！随着他一声低吼，向石家冲了过去，手里的武器在剧烈的旋转下变成了黑色钻头，直刺向石家脑袋。千钧一发间，石家怒吼一声，修罗道十难极密的盾再次出现，一阵刺耳的声音响起，随后剧烈的爆炸覆盖了整个擂台，卷起了漫天风尘。片刻后，女武神和格雷惊恐万分地看着台上，似乎隐约有血迹滴落在地上。烟尘中，石家和波旬仍然保持着动作。哦，嗨呀！只见血迹是从刀刃上滴落的，波旬毫发无伤，那就意味着受伤的是石家。被刺穿的盾牌后面，石家的左眼被刺中，正狂喷着鲜血。嘿嘿嘿，可惜！哈哈哈哈！其实谁都可以。黑暗的房间里，苍蝇王别西卜正关注着场上的一切，只是正好有块合适的出现在我眼前，在那美丽的土壤里会绽放出怎样的花朵呢？我只是想看到那朵花而已。没错，其实谁都可以。擂台上，场面的人们都替石家捏了一把汗，竟然连6道神器都被贯穿了。石家的眼睛也掉在了地上，一时间波旬也没急着攻击，而是看着石家那因痛苦而扭曲的脸。石家咬着牙往后拉开了距离，手里6道棍又变回了最初的形态。场边宙斯几人正讨论着，那面盾牌连巨型血斧都能轻松挡下，竟然会被贯穿了。哈哈，太棒了！那一击本该贯穿你的脑袋，只在千钧一发间躲开了吗？不过又能撑到何时呢？手上滋生出的血肉又变成了一把斧头，看样子这波旬的能力和灵符如出一辙，都是让血肉幻化成武器。下一刻，波旬又冲向了石家，6道棍再次变化形态，石家只能是正面接住了，手里正拿着人间道金刚独孤剑。波旬猛烈的攻势再度落下，这一次石家明显更为吃力了。看来他的左眼已经完全瞎了，全都是攻向石家的左侧。真逊啊！没错，正是仗着石家左眼的伤势，波旬将攻击重心放在了左侧。但石家也不是任人摆布的，一记漂亮的弧线斩直取波旬脑袋，可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能斩首了。石家刚才的动作空档太大了。天诛！哈哈哈哈！石家的手臂也被划破了。既然如此，他索性侧过了身去。场边和石家一同被奉为4大圣人的孔子、耶稣和苏格拉底都喝彩道：“石家这明显是在护住弱点而改变了战斗姿势，令人眼花缭乱的对抗又展开了，速度是越来越快。石家本就瞎了只眼睛，很难跟上节奏。这时波旬气势拔高，在暴风骤雨般的攻击掩护下，他突然扬起了手臂，一记肉眼都难以看清的攻击再次击中了石家。嘿嘿，天诛！只见模糊的血肉都遗留在了刀刃上，石家竟然被其斩断了血肉。竟然能将石家打成这般狼狈模样，那份力量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哼，就凭你怎么可能理解波旬的强大？毕竟他可是曾经几乎要毁掉冥界真正的怪物。此话一出，差点吓傻了阿瑞斯。哈迪斯接着表示，根据传说，波旬将冥界几乎快要毁掉时，突然迎来了毁灭，即使经历永恒岁月也不曾复活，那是他在管理冥界之前的古老传说。在亲眼见到波旬之前，他一直都认为这只是个不存在的童话故事罢了。赫尔墨斯问道：“那为什么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波旬会出现在这里呢？”能想到的答案只有一个：有人把已经毁灭的波旬留存的残骸用某种办法进行培养，做成了种子一样的东西，然后再将那个东西埋在了灵符的身体里，直到今天才降临于世。几人都不明白究竟是谁会干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来。哈里斯表示，有这样的技术又喜欢这样的怪物，也只有那个人了。地狱鬼王别西卜被视为会引起疾病的魔鬼，也被视称为苍蝇王。回到擂台上，石家正竭力抵挡着波旬的进攻，但一身的伤势加上长时间的战斗，他举刀的手都开始颤抖了。猛然间，他再次发力，想一击挑飞波旬的斧头，但他还是低估了波旬，抓住了空档，一个下叉，斧刃直接扎在了石家的脚背上。从开始到现在，一直都是石家在受伤，被压着打。后撤躲过了一击，石家忍着脚上的剧痛，拉开了距离。此刻的石家可以说浑身的伤痕，再反观波旬，几乎没有受伤。观众席上，人类方脸色难看，而神明方虽然不清楚波旬的身份，但仍然在替他呐喊助威。放弃吧，安心接受天诛。哼，天诛，你应该还在里面吧？快点回应我吧，小灵符。灵符？
你说的是那个36神命吗？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世家一愣，早就被我消化掉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过不用担心，成为我的养分，对他这种36神来说是无上的待遇。哈哈哈！给我闭嘴！世家一声怒吼，震惊了在场所有人。一向不被情绪左右的世家，竟然也会生气的怒吼，就连波旬一时间也愣住了。世家长出口气，语气也变得低沉。这样啊，那现在我决定了，你就由我来干掉。会随着世家感情变化的6道棍，竟变得狂躁了起来。圣观音、恶鬼道，世家所释放的感情是被他早已舍弃的憎恶。狮头为刀背，一柄黑色镰刀，名为荒神的战镰。暴虐的气息从世家身上散发出。场边的赫尔墨斯表示，这股凶杀之气完全不符合佛祖的身份呢。哈迪斯也看出来了，世家这是要孤独一掷了。狮头战镰拿在手里，整个人气势都骤变，但波旬却根本没放在眼里。可笑，竟妄图对抗我这般至高的存在，对你这等卑微之人降下天诛，可以说畅快无比啊！哈哈哈哈！是吗？眨眼间，波旬就杀到了眼前。世家低沉一声，随即便挥出了战镰。夜灭轮回，哼，真慢。当战镰和斧头撞到一块时，波旬才察觉到了不对劲。相比于之前，这会儿的世家力量奇大，甚至可以将他都压制着往后退去。眼瞅着越来越逼近他脑袋的战镰，波旬索性收回了力道，一个下腰就躲掉了这致命一击。镰刀的笨重性导致又出现了空档，波旬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。可谁料世家挥出的战镰并没有收回，反倒是狮头嘴里发生了异样。只见一股庞大的气流推动着战镰，顷刻间就斩下了波旬脑袋。夜灭轮回久远，这猝不及防的招式显然出乎了波旬的意料。鲜血洒落在擂台上，但下一刻波旬却好端端的站在擂台上。只见战镰砍进了他的左手臂，被卡在了1/3处。已经没有后招的世家被一击刺穿了腹部，一直都是被动防御，导致他完全忽视了波旬左手臂的奇怪形状。场面的众神吃惊的望着台上，世家和波旬就这样僵持着没有动静。死前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被贯穿的腹部血流不止，可世家并没有放弃，嘴角竟微微上扬。那就让我再说一次吧。迎着被贯穿的斧刃，世家竟往前迈出了一步。若神不愿救，就由我来救。一时间，场面人类还有女武神都心如火灼。世家这是不要命了吗？波旬此刻也看不明白了，想妨碍我的神，就由我来杀。世家不要命的气势将战斗拉至了最高潮。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？不难猜到，斧刃虽然贯穿了他的腹部，但也意味着波旬的武器也被卡在了他的身上。接下来或许就是最后分出胜负的一击了。那么到这里，女武神就更新至最新章了。目前该漫画在每月25日左右更新，只要一更新，麒麟会在第一时间解说。好了，喜欢我们纪视频的，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见。